把门关上。是。哟，大奶奶您来了。各位掌柜不必多礼，坐吧。淑芳，见过各位掌柜。各位掌柜，淑芳有礼了。淑芳是我身边的大丫头，各位大掌柜都是见过的吧？大奶奶，您今天把我们几个叫来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见您的丫头啊？当然不是。这些账册都是淑芳丫头整理的，她从小跟着我，针线学得不好，但是算账盘账、清查往来，就不说江浙了，但苏州这个地界儿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。那大奶奶，你这些是什么账啊？5年内苏州境内的商户产了多少生丝，卖了多少生丝，支户们包括我们任家、赵家、张家还有陆家，一共用了多少生丝，都在这儿了。这，大奶奶，您这是何意啊？这5年生丝的价格涨了3倍，因为交不出织造府的差事，有7个支户自杀，11个支户进了大牢，还有18家支户卖儿卖女，骨肉分离。大奶奶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是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苏州甚至是整个江浙，几乎是家家种桑养蚕。苏州虽然支户众多，但也没多到能把整个生丝都到用尽的程度。难道有人故意囤货，操纵生丝价格，从中牟利？没错，别的地方也就罢了，但仅我们苏州一地就有1半的生丝不知所踪。难怪苏州城这5年生丝难买，价格飞涨。到底是哪个孙子在囤货呀？缺德！哎呦，别看我呀，大奶奶，我可以用性命担保，我们陆家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。我赵家也可以保证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去仓库看。各位掌柜的不用紧张，这账册上都记得很清楚了，存货的人不在我们中间。那到底是谁呀？我也没有查到。这么大手笔，肯定不是普通人。我想当务之急不是要找到囤货之人，而是要先稳定生丝的价格。大奶奶，您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来调查生丝涨价的原因，今天又把我们几个掌柜的都叫来，想必您一定是有了什么对策了吧？是啊，大奶奶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直接说吧。任家、赵家、张家、陆家是苏州的4大支家，也是出过不少举人和秀才的。我们4家各自为战，自家的商户自然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别家的商户就不见得会听话了。但如果我们4家联合起来呢？4家联手？对，我们4家联合起来，核定出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来。既要让商户们有的盼，又让支户们有的赚，这样大家的日子好过了，才是真的好过。行啊。那行，就这么办。大奶奶，辛苦你了。我们听您的。有劳各位了。哎，恭喜恭喜！恭喜大奶奶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大奶奶真乃女中豪杰啊！如今这总账房成立，今后咱们苏州的织造行算是稳当了。大家通力合作，以后就仰仗各位了。哎呀，客气客气了。那我先进了。好，恭喜恭喜啊！这边请。师兄听说了吗？苏州任陆赵张4大支家
以人家为首成立了总账房。从此以后，三户卖丝，价格只能按照总账房规定的来卖。若有违抗，四大之家将同气连枝，再不与该三户往来做生意了。这是好事儿啊！生丝的价格稳定了，织户的生活才有保障。人家大奶奶这回办的这件事情，可以算是功德无量。所以说，师妹，以后你就过好自己的日子。那些让沈翠喜身败名裂的话，就不要再提了，以免人家看笑话啊。我让人笑话的事情那么多了，也不在乎再多几件。石师兄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自古以来，店大欺客，奴大欺主，四大之家领下的织机占了苏州的70%。这一次，更是控制了苏州大半的桑田四户。如果他们就这样发展壮大下去，那织造府衙门的差事，朝廷锦缎的价格，是涨是跌，是多是少，到底是织造府衙门说了算，还是他们四大之家说了算呀？那师妹觉得他们敢吗？织造行会总账房都成立了，还有什么是不敢的？哼。师兄，你输了。从小到大，跟师妹下棋，我好像从来就没赢过。罢了。师妹，你若真要跟沈翠喜对着一局，那就尽管去做。师兄呢，总会全力帮你的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师兄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若师兄不肯答应，我就不起来了。什么事儿？快说。我可以帮师兄毁了总账房。秀山，我和雪堂的儿子，还望师兄别嫌弃，收他为入室弟子。就这事儿？慈母手中线，由此身上衣。师妹，不管这事成与不成，秀山这弟子，我李昭收下了。谢师兄。姑娘，二爷来了。小嫂子，您找我？如风，我毕竟没有进你们人家的门，小嫂子这个称呼还是免了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您都是秀山的生母，是我大哥的心爱之人，在我心里啊，总把你当小嫂子的。如意，倒茶。嗯。坐。哎。如风，我记得以前你总是喊我一声曾姐姐的。曾姐姐。你既然还肯叫我一声姐姐，那姐姐现在有一件难事想请你帮忙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姐姐您说。我想开一个私造房，但我毕竟是妇道人家，不便出头，
所以想借人家的清月二字一用。郑姐姐，你这是要跟我大嫂打擂台啊？我总是要谋生的，我想用你大哥留下的银两开一个私造房，是正当行当，也不算侮辱了他的名声。可是我大嫂那边，沈翠喜她是人家的当家主母，应有尽有，怎么都不能给我留口饭吃吗？我知道，她才算是你名正言顺的嫂子。可是如风，我们从小一块玩到大，难道我不敬人家，我们这点情分就都没了吗？您放心，如风虽然无能，但如果能帮上姐姐，如风义不容辞。哎，那梭子不对啊，轮廓不对。大奶奶，怎么了？清月坊那边来了一个贵客，老掌柜做不了主，想请您过去一趟。贵客？谁呀？苏州知府曹文斌曹大人。真是个贵客，只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专心客。太漂亮了！哎呀，不知大人前来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。任大奶奶明理，本官略作巡查。闺房的职工近来又精益不少啊！啊，你瞧瞧这个，其中各色花样用了数种技法，却是恍若天成啊！无有一丝斧凿痕迹，当真是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清月坊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，无愧苏州领之一职。大人过奖了，只是人家几代人的基业，民妇不敢怠慢。苏州织造李兆李大人是一个做大事的人，听说最近织造府会有大举措啊，不知任大奶奶可有耳闻呢？哦，织造大人没有召见，民妇不敢自作主张。他是天子近臣，又是个有大志向的，想要有所作为也是应当的呀。有所作为？哎呦，这是刚刚上的一幅小品《喜上眉梢》。好科思，好兆头啊！啊，掌柜的，把这幅《喜上眉梢》给大人包上。好嘞。哎，不用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来，我自己来。今日从织造府传出消息，说过几日将在苏州举办竞技大赛，大赛的魁首呢，将成为苏州新任领知。虽然没有行文，并非空穴来风啊。哦，看来任大奶奶是不知情了。如今雪堂兄下落不明，沈大奶奶对清月坊有所疏忽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不过这领知之职，在人家传了3代啊，要是在任大奶奶手里丢了，可是没有脸去见列祖列宗的。多谢大人提醒，竞技大赛，民妇自当竭尽全力。好，本官告辞了。大人慢走。
哎，不送，不送。富贵锦鸡图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大奶奶，这富贵锦鸡图技法繁复，有平刻、搭刻、盘梭、长短枪和木梳枪，花叶的韵色、鸟语的纹理，既要线条柔美，还要有富贵祥和之气，非大奶奶亲自出马不可。这次竞技大赛根本就是冲着我来的。哎，竞赛用的绣架准备好了吗？大奶奶都准备好了。我们比的不是缂丝吗？怎么还用上刺绣了？你傻呀！很多复杂的图案缂丝完成不了，只能用刺绣。这点常识都不懂，怎么当职工？客官，您慢走。好的。哟，二爷，好，您里面请。这个真挺好看的，阿姨。料子也。曾姐姐呢？在里面呢，花也好看。这个颜色。颜色我喜欢。曾姐姐，坐。这是赵昌的杏花图，杏花粉白，堆霜积雪，更有冰姿雪清之雅韵。织工绣工说起来高深繁杂，可寻根究底，不过只为了一个字：什么字？美。宋画之美，清雅脱俗，宁静安逸，历经500年而不衰，为历代文人所颂。清月小房的缂丝，不为炫技炫色，只为这一个美字。宋画之美，缂丝之美，二美兼得，便可独树一帜。姐姐是想参加这次的竞技大赛吗？清月小房要想打开局面，竞技大赛这样的场合，是一定要去露个脸的。说的是，这次苏州的各大制家呢都会来，姐姐可以借机认识认识。3叔公、5叔公、7叔公，你们来了。是啊，总得参与嘛。竞技大赛是我苏州之家的盛事，不可不来啊。哎，大奶奶，如风怎么没来啊？哎，如风来了。哎，这如风身边的女人是谁啊？任二爷和曾姨娘，不，曾小姐，怎么会在一起啊？他们来做什么？先看看再说。大人到！参见织造大人、知府大人。大家都坐下吧。如风来了。来，把旗插上吧。清月小房，插旗。
人家在苏州素有名望，希望你这清月小房不要堕了先祖名声。谢大人。坐下吧。哎，这清月小房的东家是任如风啊，这不是两人相争吗？哎，老掌柜，你怎么看？这就有好戏看了。李大人，今天可是要有好戏看了。推动苏州制造业的发展进步是李某的职责所在，不敢说为朝廷分忧，只愿不负了圣上所托。开始吧。是。今奉织造大人之命，宣召全苏州丝造坊竞赛，以1月为期，在织造府大厅之内手工织造。织品上等者得大人宣召，大人于上品之中选择今后的领织。今日辰时开始，1月之后辰时结束。开始。你别弄，你弄乱了，我得重新再弄好。这个地方要是再均匀一些，颜色更深点就更好。这儿吗？颜色再深一些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会深一点，你看，这样搭配起来好吗？叶檀哥哥，你能不捣乱吗？我都快急死了。你干嘛？哎，宝清啊，我是想好了这辈子都要跟你在一块儿的。但是咱俩的婚事必须征得母亲的同意，所以我才想了这个法子，让你在她生辰的时候，亲手刻一件衣服送给她当贺礼，她一定会开心的。嗯。常言道，妇人一衣，终岁方旧。别人不知道，这富人家要想做一件缂丝的衣裳，至少得花费1年的时间，要经过16道工序，最是枯燥寂寞。要是遇到这些繁复的花色图案，即便是手艺精湛的工匠，1天的时间，只能织得1寸这么多。我现在看着你，
愿意为我忍受这份枯燥寂寞，我很是心疼你。许堂哥哥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待我，所以我会竭尽所能把它克制好。只是老夫人她是科斯大家，我的属于又不精，我怕她会嫌弃我。只要你用心去做，母亲一定能感受到你的诚心的。祝老夫人长命百岁，天伦永享。好，好，快坐吧。宝琴给老夫人贺寿，祝老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曾姑娘有礼了。娘，这衣服可是宝琴花了1年的时间亲手刻出来的，里面包含了对娘的孝敬之心。我知道，缂丝织成不易，都是心血耗成。这衣衫图案秀雅，颜色浅淡，却不适合我穿。我年纪大了，还是穿深色的好些。是我看，老夫人平日也着浅色，我没有考虑周全。那是去年的事了，过了今朝我便60了，哪里还能穿那些浅色？再说，你这图案有细微的束破缝，我家是开丝造坊的，自家的衣衫便是自家招牌，我穿这衣衫出去，岂非惹人笑话？翠喜，你不是说也要送我一件缂丝衣衫吗？在哪里？翠喜，你做的衣裳呢？我这就让人去拿。巧儿，老夫人，来，快帮我穿上吧。我瞧瞧，好，还是翠喜懂我。来，翠喜，你说你这缂丝的衣裳，你哪年送不起？宝琴今年好不容易刻了一件衣裳，想送给娘当寿礼，你不光也刻一件，而且你刻的还更合娘的心意，有你这么当面打人脸？大爷，翠喜来人家10年了，每年都会送一件衣裳给老夫人，或是刺绣，或是缂丝。既是翠喜对老夫人的孝心，也是老夫人给翠喜布置的功课。大爷对翠喜的事素来不上心，翠喜不怪大爷，只是大爷下次若是有心头好，想要讨好老夫人，还请提前告诉翠喜，让翠喜有个准备，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，失了大爷的脸面。
完成，明城坊已完成，清风坊已完成，清月坊已完成，伊人坊已完成，义和坊已完成。哎，你看人家大奶奶都已经走了，你看她的富贵锦鸡图完成的多好呀！我看呀，咱们也不用再刻了。这是比赛，咱们还是先刻完再说吧。郝大人，请。李大人，请。大人，这些就是苏州10大私造坊已经完成的参赛图，请大人明鉴。这是义和坊的，大人这边请。这是丰佛坊的新韶如意图。雕琢旅客，富贵荣华，不错。这是清月坊的富贵锦鸡图。哎呦，这幅好看啊，漂亮！哎，给大人瞧瞧，主次分明，层层齐析，突出了富贵荣华，喜庆和谐。哟，清月坊的呀！哎呦，任大奶奶的缂丝技艺果然以真画境啊！多谢大人。是吧，李大人？你瞧瞧，这云彩，栩栩如生啊！啊，这天空彩云用的是缂丝，对，哎，这鸟，但这锦鸡身上的羽毛用的是刺绣吧？回大人，的确是刺绣。此次比赛比的是缂丝，可是我这一圈看下来，怎么好像每家的缂丝几乎都用到了刺绣啊？回大人，缂丝是通经断纬的，需要用纬线表现的复杂图案，缂丝无法刻制，所以只能够用刺绣来加以弥补。任大奶奶所用刺绣与缂丝融为一体，技艺都在我们诸家之上啊！好眼力！李大人，诸位，甭管是缂丝还是刺绣，反正在本官看起来，任大奶奶这幅富贵锦鸡图当得第一。确实当时确实一样。我觉得不妥。难道就没有人能用缂丝完成这复杂图案吗？清月小房杏花图已完成。请大人过目。杏花图，这是赵昌的画。制造大人好眼力，正是宋人赵昌的画。大人，这里面这么多层次，居然全是缂丝完成的。此图勾线精细，运丝如运笔，这杏花浓淡合一，犹如画笔晕染而成，似乎是一种新技法。回大人，此法名为
呛色法。呛色法，好，真好。今日盛会，克斯能得一新技法，实属幸事。更何况，这一枝杏花的满园春色，杏者杏也，杏花疏疏朗朗，绛云一枝，彩头好，寓意更好。最可贵的，此图全部用克丝完成，完全符合本次比赛的标准。我看今日竞技当以此杏花图为首，众位意下如何？大爷，你看，你画的我刻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好虽好，可是克丝做不到的地方，只能够用刺绣来代替了。虽说是长法，但是我总觉得克丝和刺绣终究是两种技法，混合在一起，达不到浑然天成、融会贯通的感觉。全用克丝，不用刺绣。天底下有这样的技法？哎，可以去问问母亲，也许她知道呢。全用克丝，不用刺绣。此法闻所未闻。可来，翠喜，让我来检查你的绣工是不是又进意了呢？清月小房，杏花图当得第一。新任苏州领知，清月小房大掌柜任如风，请上台来。如风，你们清月小房的杏花图既得了第一，那这新任领知一职，你就当仁不让了。如风定然不负大人所托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这新任领知替我们苏州织造府买丝照将了。是。算了吧。王姐姐，什么叫买丝招将？就是织造府买生丝，招募织工，替朝廷织锦刻丝。那不是跟我们七月坊一样吗？七月坊这么多年也是招募织工，织锦刻丝。咱大奶奶，这沈氏呢？啊，今天啊，他必须给大家伙一个交代。好好的，怎么就得罪了织造府呢？啊！站住，如风。家里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家里什么事儿啊？现在你是苏州的领知，秀山还小，人家自然该由你来做主。戚主公，你说什么呢？之前不是已经决定让秀山当人家家主了吗？秀山当家，秀山还是个奶娃娃，可你是成年男丁。血堂出了意外，由你继承家业，本就理所应当。只是当初你自己不争气，族中才不得不把重任继续交给沈氏的。可如今你自己撑起来了，那人家就没有再让女人当家的道理。
不懂啊？可我这大嫂，沈氏，今儿这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七叔公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不必拐弯抹角。你把家交给如风吧。如风是秀山的亲叔叔，他一定会照顾好秀山的，你可以放心。至于你自己呢，你收拾收拾，搬到小院子去住吧。富人家还是该安分守己些。七叔公也大可不必。如风，你还年轻，不懂官场中的弯弯绕绕。今日织造府这般发难，我们任家必须要处置沈氏，给织造府一个交代。七叔公，请放心，待这几日我安排好身边的人和事，定会给人家一个交代。好。这是人家家主令牌，凭此令牌不仅可以在店铺商号支取银两，还可以调配人手物资。二叔，我可把人家就交给你了，你得替你大哥好好审着。如风定然不负大嫂所托。还有我这丫头淑芳，她对家里的事情也很熟悉。你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就多问问她。至于秀山，她还小，就让她跟着我吧。嗯。您可是任家3媒6聘8抬大轿抬进任家的当家主母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呢？瞧，人家已经很给我体面了，若是换做别家，早把我给赶出去了。哪儿还会让我住着小院，还允我带着秀山？大奶奶，淑芳姐姐去了二爷那儿，我跟着您去小院吧。我都跟丁家说好了，过几日啊就送你出嫁。不，我怎么能这个时候嫁人呢？我走了谁照顾您啊？说什么孩子话呢？我这么大人了，自然会照顾自己啊。巧儿，这是我送给你的嫁妆。万年如意图。大奶奶，我不走，您别赶我走。巧儿，我进了小院儿。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出来。你鲜花一样的姑娘，就别陪着我在那边熬日子了。这几天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本想着能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，到现在我做不到了。行了，别哭了。大奶奶，福婶和她女儿来了，说要见您。福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奶奶，你带着小兰去小院吧。快别胡说了，我自己身边的2个丫头都不带着，怎么能带你的女儿呢？大奶奶，你是小兰的救命恩人，如今恩人落难，如我们什么都不做，那我们全家就寝食难安，这辈子都会被别人戳脊梁骨的。大奶奶，求求你了，收下小兰吧！快小兰，求大奶奶收了我吧！求大奶奶收了我吧！求求你就收了小兰吧！
也罢，你要是愿意跟着，就跟着吧。大奶奶，来，告诉给你。沈氏，希望你能在里面安分守己，轻易不要出这个院门。你的日常脚用，会专门有人给你送进去。走。大奶奶，时辰不早了，应该歇着了。没事儿，我再多客会儿。大奶奶，这你这样没日没夜不吃不喝的，要是身体垮了，那咱们秀山少爷可怎么办呢？大奶奶，这几日送来的吃食啊，是越发的简陋了。唉，这怕是府邸的人分高踩低罢了。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？秀山那边呢？奶娘吃的还好吧？比咱们那稍强一点儿，但也是粗茶淡饭的，好几日都见不到一点荤腥。下次淑芳过来的时候，让她跟你奶奶说一声，秀山还小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千万不能苛待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少爷，舒不舒服呀？晒晒太阳，长高高，是不是呀？庄生晓梦，迷蝴蝶，望帝春心，托杜鹃。大奶奶，大奶奶，不好了！李昭带着珍宝亭上门，说是要把秀山少爷带走。好几年没来了，今日一见，一切还是旧日风光，让我不禁想起当年和你还有雪堂兄一起品茶论诗的日子。原先以为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子，如今看来却是难得。二爷，大奶奶说了，你要是念的叔嫂的情分的话，就不要让秀山少爷被带走。织造大人亲临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办法是有的，就看二爷你舍不舍得。
李大人此次亲自造访，收秀山为徒，是秀山的荣幸。只可惜这孩子太小了，见不得风。我大嫂护得跟眼珠子似的，就没让抱出来。什么叫没让抱出来？如风，沈翠喜如今不过是一个被身居在深宅的妇人罢了。你派人去把孩子抱来便是，不要在织造大人面前推推拖拖的。二爷，东西都带来了。打开了。如风，你这是？李大人愿收秀山为徒，这是我们人家的荣耀啊！我大嫂得知以后，特命我准备了这些拜师礼，说等孩子长大发蒙，一定亲自带着孩子上门行礼。什么要等到发蒙？任如风，你这是想明目张胆的贿赂织造大人吗？曾姐姐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这拜师之礼乃天经地义之事，怎么能说是贿赂呢？师妹，按理说呢，这孩子确实是要等到发蒙才能拜师。如今嫡母尚在，让孩子跟着亲生母亲，也确有些于理不合。大人，现在沈翠喜被关着，秀山跟着他只会吃苦啊。曾小姐，你这话就说得奇怪了吧？这大奶奶是被关着，可是秀山是人家的家主，叔父又是苏州领知，他怎么会吃苦呢？放肆！这织造大人面前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啊？秀山是人家家主，是织造大人。秀山是我大哥唯一的子嗣，自然是子承父业。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。如果秀山是人家家主的话，那确实不太好离开人家。师兄，你是应了我的。师妹，师兄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，但你我都是读书人，礼义不可废。等孩子发了蒙，我自会把他带到身边来。师兄，谢织造大人。李大人慢走。拿来我们人家那么多藏品，真是狠狠的在我们身上咬一块肉。不过好歹是保住了秀山呢。多谢二爷。谢我做什么？你要是放走秀山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在人家名正言顺的当家了。到时候大奶奶就不好过了。现在你选择留下秀山，其实也是为了大奶奶。现在你相信我说让秀山当家主是真心话了吧？嗯，我相信你。可是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。我不想人家毁在我的手上。我该怎么做，要怎么做。
这些生丝的价格不对啊。怎么了？这总账房所有的生丝卖进卖出都是由行会商定决定的，平日里是没有什么波动的。怎么这几日这生丝价格降得这么快？这丝价降了还不好吗？大嫂当初成立总账房，不就是因为丝价太高了吗？丝价太高不利于织户，丝价太低不利于丝奴。当时大奶奶成立的总账房，就是希望互相都能有钱赚，互相也不伤害。而且现在苏州所有的生丝都是总账房购入的，也不知道他们那些生丝从哪来的呀？你说不定是从外地运来的呢。那就更不可能了。这生丝运过来都是需要成本的，他们不管怎么运过来，这生丝的价格也不可能有本地这么便宜。我倒是觉得，有人在故意打压这生丝的价格，找总账房的麻烦。叔爸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总账房出事的话，会怎么样？苏州这丝价会马上上涨，到时候所有的丝造房就会有大麻烦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查一下这批生丝从哪里来的。会不会是你想多了？二爷，这数字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怎么可能是我想多了呀？哟，二爷今天怎么来了？我问你，这些生丝你卖到哪儿去？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广州怎么不行？二爷，时辰到了，我要走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又出卖我！说。该死的，跑了一个，还好，这里还有个活的，带走。走。姑娘，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听说任二爷被知府大人给抓了。为什么？听说他跟南洋人做生意，被知府大人逮了正着。姑娘，如意，哎，备车去织造府啊！去织造府干嘛？去替他向跟织造大人求情啊！姑娘，他犯的可是禁海令，这个不是小事儿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他的话，秀山早就被咱给接回来了。我都知道。我们丝造房叫什么？清月小房。如果没有人入封，还有清月小房吗？去。去。大奶奶，这墙后边就是月河了。就在这儿，开道门吧。大奶奶，这还有道出去的门。小兰，记得千万要锁好这道门。姨奶奶，你慢点。哎呦，姨奶奶小心！翠喜，翠喜，你出来！翠喜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！翠喜，怎么样？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翠
那些族老们不同意，大奶奶也没办法呀。对呀，我可以去说族老们，叫他们放了翠喜。只要能救到我儿子，我什么事都能干。哎，姨奶奶，姨奶奶，我要见织造大人。曾姑娘，对不住了，织造大人不在府内，您请回吧。大人，大人，给点吃的吧。闭嘴，退下。大人，给点吃的吧。陈如风，有人来看你了。柴大哥，这是给你的。谢谢大哥大嫂。时间别太久，别让小子为难。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叔怎么还会跟张彪有来往？难道上回的教训吃的还不够吗？大嫂，我不会有事的。织造大人看中我，他一定会救我出。二叔还是那么天真。若织造大人看中你，又怎会把买丝招匠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交给你？这是在挖苏州制造业的根。一旦成功，苏州织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再也不用管重商家的死活。他这是在拿人家开刀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看中的，哪里是你任如风，还是你背后的曾宝琴？怎么会这样？有些话，我本不想跟你说，可不说，又怕你会继续糊涂下去。雪堂这次离家，并不是去谈什么生意，而是去抓张彪。这些年，织造府在查生丝的价格，他怕最后牵扯到你身上，所以想在官府之前先抓到张彪。不管是戴罪立功也好，将功补过也罢，总归是想要保住你。谁料到，他却出了意外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舒燕回来跟我说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学堂让舒燕带回一句话，说要对付人家的是官家，至于这个官家是织造府还是知府，就不得而知。如今你大哥下落不明，张彪又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苏州，二叔就真觉得这是巧合吗？全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人家，害了大哥。大嫂，你放心，这一切罪名全部由我扛下，跟人家没有关系。雪堂就你这么一个弟弟，从小到大，你哪次惹麻烦不是雪堂替你收拾的烂摊子？若雪堂还在，他定会想法子救你，所以我也会救你。只是从今往后，二叔还是改改吧。大嫂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改，日后我一定改。大嫂，我改。姑娘，你说李大人莫不是在躲我们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李大人，你放心，任如风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我一定当好领之一职，好好的替大人办差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掌柜的，你这货怎么办啊？快去忙吧。大人，慢走。来了。师妹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任如风，我确实不能再用了。师兄，扶持任如风，本来就是权宜之计。任如风怎么能来织造府帮我？师妹是最清楚不过的了。是。他跟沈翠喜争家主争输了。如今整个任家都把持在沈翠喜那儿，他肯定是不甘心的。所以师兄，任如风对师兄肯定会忠心耿耿。师妹，看来师妹对家族的影响力还是不太了解。不管他们闹得多凶，任如风到底是姓任的，他跟沈翠喜是一家。如今任张赵陆四大之家同气连枝，我不得不防啊。而且在苏州，我必须也要有自己的心腹才能安心。这个丁荣小门小户，没什么靠山，又是阿谀奉承、趋炎附势之徒，这样的人，我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最是好用。师兄，如果用不到任如风，那以后也就用不到清月小房了。师妹，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抛头露面经营着私造房，终究不成体统。师妹，如今雪堂下落不明，你若还想替他守着，就在山塘街安心度日，一应用度有我。若你果然尘缘未了，也是时候该想想，到底要何去何从了。天晴的时候就必须要开窗通风，否则布匹就会受潮起霉。但也不能晒着阳光，不然会走了颜色。明的粉红地双狮球鹿纹宋锦，几百年的老物件了，织工精细，色泽鲜亮，每只小狮子都栩栩如生，活泼可爱，整个大清，怕是也能长出第二件了。双狮滚绣球，这是寓意着风调雨顺、吉祥如意的意思啊。人家的先祖相信这宋锦有灵，能保佑人家的子孙平平安安。但愿祖先有灵，能保我人家度过此劫。大奶奶，那些可是大爷都给您傍身用的。现在人家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还谈什么傍身不傍身？淑芳，
你说说，大爷说的官家，究竟是织造府还是知府？奴婢不知，您以为呢？苏州的官家，我们跟李兆、曹文斌都有往来。论理，大爷跟李兆相识多年，怎么着也不该怀疑到他头上。可你瞧，大爷出事之后，他那种种做派，下手狠绝无情，只怕是君子的面皮，终究只是面皮而已。您的意思是说，张彪背后的人是李兆？我没有证据，也没有能力追根究底，只能与虎谋皮，保全人家。曹大人，大人要找的人就是我。来，大人请。曹大人，大人上座。有意思。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？传言而已，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。来，民妇敬大人一杯。不知任大奶奶这杯酒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今天过来是想跟大人谈一桩生意。大胆沈翠邪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有什么资格和知府大人谈生意？不急不急，大人和师爷好好看看，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。真是没想到，大人这些年也真不容易啊。不过，搜集齐大人这些借据，我们任家可是费了不少心血啊。你想做什么？这些啊，都是小事儿。我只是想让大人知道，我们任家不光有金山银海，还有稀世珍宝。宋姐，大人，这可是……这天下的官儿都想升官，唯有苏州例外。苏州附属当官的来了都不想离开。我知道大人任期将满，也知道大人想要留任。如果有一份像样的礼物打点通融，那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所以大人，不知道这副宋锦能不能入您法眼？任大奶奶，上次科斯大赛本官没有帮上忙，但是您放心，任如风这件事啊，包在本官身上，放心。来，多谢大人。听说了吗？丁荣那小子当了苏州领知。哎，想当初他不过是人家的小伙计，没想到10年河东10年河西，他竟然得到了织造大人的青眼，飞黄腾达了。丁荣当了苏州领知，你不信啊？不信你可以自己去看。任如风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我
能出去了？是啊，哼，你倒是命好，你给人家惹了这么多麻烦，人大奶奶还是要救你。不能再看了，再看就舍不得送人了。大人，那任大奶奶请托之事，对于您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大人为怎么会是举手之劳呢？李兆摆明了要对付人家，我们现在收了他的礼，表面上是放过他那个不成器的小叔子，实际上是和李兆对上了，在给人家撑腰。哟，咱们知府衙门和织造衙门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啊，这本官负债累累，满苏州怕也只有人家的金山银海能帮我填这个坑了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任大奶奶为了任如风，竟然连传家宝都舍得拿出来，实在是不一般。这么一个厉害的夫人，如果拿这个把柄在手里，本官实在是放心不下。我堂堂一个苏州知府，总不能受一个妇人之事吧？大人想怎么做？上次搜捕让张彪逃了，你再派人出海，仔细的找找。您是想用那张彪来拿捏任大奶奶？可是，那跟张彪私通的是任二爷，不是他呀。一笔写不出2个人字，任大奶奶这般卖力保任如风，是她一个寡妇不得不依靠成年小叔子。我们先把张彪抓了，拿捏住任二爷，总有法子拿捏住任大奶奶。学生这就去安排。娘，你这个畜生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害得人家宋锦没有了，你叫我以后怎么去见列祖列宗？娘，你说什么？人家的宋锦没有了。大嫂就应该让我在牢里自生自灭，何苦舍了这祖传的宋锦？不值得，压根不值得呀！二叔说的是真心话。我知道二叔也有雄心壮志，只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，再加上二叔心性纯良，难免会被人利用。只希望二叔以后能够吃一堑长一智。也不算枉费了这祖传的宋锦。大嫂的大恩大德，如风没齿难忘。今后愿为大嫂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这家族令牌还给你。起来。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干什么？肝脑涂地倒也不必。你若是得空，就替我去寻一寻南宋蛮源的水图。怎么样？这服装表用的不是一色双面壳。可这明明是蛮源的水图啊！这肯定不是真气。不是真气啊！
你这般疯狂的要找回马原的水图，是不是为了他？想哪儿去了？我想找回马原的水图，是因为他装裱用的是异色双面刻，那门技法，元明清3代战乱早已失传。所谓金山银山不如一技傍身。倘若我任家可以复原异色双面刻，那任家子孙将会受益无穷啊！哦，不急，慢慢寻吧，以后总会找到的。南宋马远的水图，马远乃是南宋的绘画名家，传世名作甚多，其中水图12卷便是他最为得意之作。记住，一定要马远的水图真迹。这是为何呀？12水图真迹装裱用的是异色双面刻，两面异色分明，所刻图案绚丽多彩，典雅精致。只是这技法失传多年，早已成为传说。大嫂，那我去哪里才能寻到此图？此图曾是曾府家藏珍品，曾府被抄后，此物就不知所踪了。大嫂，你放心，我去问问曾姐姐，我一定将这马远的12水图给寻到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复原异色双面刻是我任家东山再起的唯一机会。曾宝琴跟李昭有师出同门，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你应该明白。大嫂，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虽然我不能把秀山接到我身边来，但是好歹李大人答应我，他与秀山仍有师徒的名分。你呢？不做领知了，将来有什么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呀？不过是振作精神，好好打理清月小房罢了。不过这次大嫂为了救我出来，把人家祖传的宋锦送给了曹知府。人家祖传的宋锦？你说的是那副明朝的粉红地双狮球鹿纹宋锦？是。如风，你这回可真的欠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。所以我想请姐姐帮忙，能让我还了他这份人情，同时也不至于让我无颜面对人家的列祖列宗啊。请我帮忙，我能帮什么忙？姐姐有听说过马远的12水图吗？当然，那曾是我曾家的家藏之物。那此物现在在哪里？家道败落之前，爹娘把它卖给了泰兴的季家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想帮人家再找回一个珍宝。季家是泰兴的大家，季老先生是出了名的固执之人。他对马远的12水图如痴如狂，当年是重金，花了很多心思才从我爹娘手里买走，珍而重之。如今，你出再高的价格，恐怕他也不会卖给你。姐姐，你仔细跟我讲讲季家的事情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想去试试。姐姐，帮帮我吧。好吧，你如果非要去撞坠南墙，我也不拦着你。季老先生是泰兴的耆老，在当地深受敬重。
年过5旬才得一子，素来娇宠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使得这季家公子顽劣成性。你可以去试试，但是不能用卑劣手段，否则你能否离开泰兴就不好说了。季老先生是个守旧之人，他爱好收藏古玩古物，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，丢一件，世间便少一件。所以你要从他手里拿走马远的12水图，难如登天。呀，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爹。你说，你把家里的12水图弄哪去了？我说我卖了，我卖给赌场里面认识的那个上古了，我别打啊！瞎子儿，真是个败家子儿啊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门外有人求见。不见。来人说是要送还12水图。季老先生，这就是令公子卖给我的12水图。多谢任二爷高明大义，送还此图。此乃季家珍宝，绝不售卖。先生用多少银两买下，我如数还给你。啊，这是令公子欠下的所有债务，加起来一共2800两。逆子，阿福，老爷，区区2800两银子，还给任二爷。季老，且慢。怎么？任二爷还有什么吩咐？不敢。如风此次前来啊，不是来要钱的。我是来相信，我就知道。3年前，你的兄长任学堂日日登门，求我将这12水图卖给他。而今逆子欠了9等债，却遇到你替他还债，还让他偷了12水图。怎么？任二爷是欺我太兴季家无人？如风不敢。季老先生乃太兴耆老，太兴城内人人敬重。我知道，您一句话，我任如风离不开这太兴城，更不敢妄想带着季家传家之宝离开。知道就好。这12水图啊，季老先生是珍之重之，只可惜子孙后代不珍惜，区区2800两银子，竟敢将祖传之物偷出来卖。此话从别人嘴里说出，倒也罢了；从你任二爷嘴里说出，还真是奇特。听闻你家大奶奶为了从牢中捞出你，把祖传宋锦也拿出来了。你们任家没了传家之宝，就设计圈套，来骗我季家的12水图，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季老先生，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对这12水图是有执念的，人家3代克司都想借助这12水图复原异色双面刻。复原异色双面刻？宋元一代之时，双面刻技艺已经失传，名人费尽心血，复原者不足10之1/2。时至今日，又是100年沧桑，谈何容易？我家大嫂9岁被母亲带在身边学习刻丝织锦，深得人家技艺真传。
若说这天底下有谁可以复原这异色双面客呀，非我大嫂莫属。所以如风今日前来，就是想恳请季老爷，勿以血脉为念，破除门户之见，助我任家复原这异色双面客。好吧，从今日开始，这马远的12水图就从我太行记下。这是韩唐清浅卷，周遭用的装裱是异色双面刻，乃是宋常用的瑞草图案。大嫂，这异色双面刻真的能复原吗？放心，慢慢来，一样样的事总会成功的。大奶奶，您快去看看吧，曾姑娘来了。任如风，你答应过我，会好好打理清月小房的，对吗？我那么信任你，你却联合沈翠喜又摆我一道。不是的，曾姐姐，我当时是真心的。真心？你们任家现在上上下下哪儿还有真心？够了，曾宝琴，你又在闹什么？闹什么？沈翠喜，这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吧？现在开心吗？我没有了夫君，没有了父母，没有了儿子，你连一口饭都不肯留给我，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吗？你怎么样都不肯放过我是吗？我不肯放过你，曾宝琴。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当年的事，你还是没有想明白。翠喜，我问你，雪堂要和曾家姑娘私奔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人心都是肉长的。雪堂和曾家丫头两小无猜、青梅竹马，我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如果不是被逼得没了办法，我一个做母亲的，又何尝要做出这棒打鸳鸯的恶事？都说宁拆10座塔，不拆一门亲，更何况拆了这门亲，我让雪堂伤心，让你这一辈子也跟着受苦。可是我不得不这么做。这是京城的来信，曾知府在任期间，先帝6下江南，有3次是曾知府的首尾，他拉下了巨额亏空。先帝驾崩之后，户部勒令曾知府以1年为限，筹款填补。再过10天，就是最后期限了。这么大的事，曾小姐她不知道吗？曾姑娘知不知道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已经派人打听清楚了。曾知府拉下的亏空，人家就是把3辈子攒下的家业填进去都还不清。若是雪堂和曾姑娘成了亲，人家和曾家成了亲家，到时候曾家求上门来，翠喜，你说人家到底是救还是不救？若是人家
跟曾家成了亲家，见死不救，那就是陷大爷于不义。若是救了，祖上留下的家业毁在大爷手里，那就是陷大爷于不孝。所以，你要看着大爷不孝不义，被人戳脊梁骨吗？你还不肯说吗？若不是你们曾家太过算计，老夫人又何至于棒打鸳鸯？你倒是说说，到底是谁不肯放过谁？我们曾家的祸事，自然会由我们曾家的儿女来承担。我爹娘是不会陷雪堂于不仁不义的。是吗？是。那我问你，你和雪堂两情相悦，你家爹娘是个什么态度？他们看不上雪堂，嫌人家是商户，跟你们曾家门不当户不对。可是后来呢，又对雪堂满口称赞，夸赞雪堂是难得的家婿，甚至你娘还替你收拾私奔用的东西。曾宝琴，你难道就真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吗？那是因为我爹娘，他们后来了解了雪堂的人品，他们知道雪堂是真心待我，他们想我跟雪堂在一起。我再问你一句，若是当年你和大爷木已成舟，你爹事发下狱，大爷身为人婿，你家的祸事他到底是救还是不救？若舍身救了，人家就完了，他如何对得起人家的列祖列宗？他要是不救，他如何对得起你？如何跟你相处？姑娘，大嫂，你何苦这样刺激曾姐姐呢？不白要下重一些，治不好她的心病。姑娘慢点儿，慢点儿，姑娘。你和雪堂两情相悦，你家爹娘是个什么态度？他们看不上雪堂，嫌人家是商户，跟你们曾家门不当户不对。可是后来呢，又对雪堂满口称赞，夸赞雪堂是难得的家婿，甚至你娘还替你收拾私奔用的东西。若是当年你和大爷木已成舟，你爹事发下狱，大爷身为人婿，你家的祸事他到底是救还是不救？若舍身救了，人家就完了，他如何对得起人家的列祖列宗？他要是不救，他如何对得起你？如何跟你相处？如意呀，我的耳环好像不见了一只，你帮我去看看，是不是丢在人家？哎，好嘞。姑娘，你离河边远一点，危险。我马上回来，你在这等我。你是坐过牢、当过岳户的人，如果这孩子跟了你，以后世人该如何看他？若单是被人嘲笑侮辱也就罢了，可私生子不得做官，不能科考，这样你也愿意？曾宝琴，曾宝琴，快回来！曾宝琴，曾宝琴，快回来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干什么？曾宝琴，放我回来！放开我！陈真心，你放开我！你要是死了秀山怎么办？
有一天，秀山问起我他的亲娘是谁，我该如何回答？他怎么说怎么说。你才是秀山的亲娘，这件事，全苏州的人都知道。我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瞒不住。你要是活着，我当然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可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成了那个逼死你的人。不管我有多少张嘴都说不清。到时候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秀山怎么办？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雪堂出意外的真相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李兆扶持清月小房，仅仅只是因为你们的师兄妹情分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如果李兆本就想对付人家，只是假借了你的手艺，师兄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就要问他了。雪堂出事的时候，让书院带回一句话，说要害他的人是官家。官家是官家，也不一定是师兄啊，也有可能是草问兵啊。所以你去找曹文斌合作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只是太过感情用事。如果你念着雪堂的好，就尽快冷静下来，用你的方式查明真相，替雪堂报仇。我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下人送了很多来，只是我没敢多吃。来，进来，我这里有好多零嘴。老夫人，这个机器就能织出那么漂亮的花鸟吗？是啊。
你喜欢克斯？喜欢，老夫人克斯的样子真好看。想学吗？想。克斯是很辛苦的。我不怕，我能吃苦。来，我教你。对，这是梭子，这是钵子，拿好，对，穿过去。穿过去。小翠喜，你是个有天分的孩子，别浪费了你的天分。翠喜，你看，你刻的这花鸟多漂亮！老公，好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翠喜，你比我想的还要好。我们人家有了你，必将大兴啊！金山银海，不如一技傍身。我们手艺人，祖祖辈辈就是这么活着的。为了人家，不管花多大心血，我一定会把异色双面刻技法复原出来。这织法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手感会有所不同？问题不在织造，而是在其他地方。大奶奶，您知道原因？我还没有想清楚，只能一样样的试吧。那要是到猴年马月啊？异色双面刻的技法本来就不易，况且这一次我不光是要复原图案，而且是要把水图装裱上的12种图样，都织在一幅织经。这怎么能做到呢？刻丝千年，从最初的平刻，到现在的木画，从只用丝线到精彩入织，从刻到刻绘，前辈们从无到有，一步一步的走来。若只因循守旧，一味只注重技法，只知道按照前辈们传下来的那些图样进行刻织，我们岂不是辜负了他们的心血？双面异色刻，工序之复杂，这千百次的努力尝试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好的结果。
织成了，织成了，大奶奶终于织。留任苏州，小小贺礼，不成敬意。从今往后，清月坊还靠大人照顾了。你喝茶，大奶奶。二爷，您看一下这笔银子，用的蹊跷。我打听过了，在支银子那天，大奶奶去了一趟知府衙门。书院不必说了，大奶奶这么做定有她的用意。接着吹。